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刘亦菲、赵丽颖面相悬殊，背后藏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。刘亦菲的松弛与赵丽颖的坚韧，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，却同样闪耀。一个含着金汤匙从容成长，一个从泥地里逆风翻盘，他们的脸就是各自人生的缩影，底气和韧性从来不止一种模样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同样是85后的顶级女星，刘亦菲和赵丽颖站在一起的时候，那股气质完全不一样。神仙姐姐那张脸，怎么看都透着一股子从容不迫的劲儿，眼神里没什么攻击性，整个人松松弛弛的。再看看赵丽颖，那双眼睛里藏着的是另一种东西，说是狠劲也好，说是任性也罢，反正就是让人一看就知道，这姑娘肯定吃过不少苦头。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，两个人能在娱乐圈的金字塔尖碰面，走的完全是两条路子。一个打小就不愁吃穿，另一个则是从泥地里一步步爬上来的，这种差距全都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了。咱们先说说刘亦菲这档子事儿，她妈是跳舞的，从小就把她往艺术这条道上培养。你想想看，90年代的时候，普通家庭能送孩子出国留学吗？那会儿大部分人还拿着死工资过日子呢，她就已经在美国念书了。这说明啥？家里条件摆在那儿，不缺钱也不缺见识。虽说他爸妈在他小时候就分开了，可这孩子从来没缺过爱，妈妈把他带在身边，该给的都给了。7岁就能拿童模冠军，参加文艺晚会也不怯场，这都是家庭环境熏陶出来的底气。后来他有了个干爹，对他那叫一个上心，回国发展的时候，人家给铺的路那叫一个平坦。你再瞧瞧他的出道经历，第一次演戏就跟陈坤、董洁这种当红演员搭戏。要知道那会儿多少科班出身的演员还在剧组打杂呢，他倒好，直接演上了有分量的角色，演的还是大家闺秀白秀珠。说实话，这角色对他来说真有点本色出演的意思，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大气劲儿，不是装就能装出来的。紧接着又演了《天龙八部》里的王语嫣，这两个角色直到现在还有人念叨。你想想，多少演员拼死拼活都没能留下一个让观众记住的角色，他刚出道就有了2个，这运气也好，实力也罢，反正就是顺得很。再往后他往电影圈发展，虽说奖项拿得不多，可人气一直在线。那张脸太干净了，清纯的就像邻家小妹，偏偏又透着股子仙气。拍什么都不用怎么化妆，素着脸往那一站，就是一幅画。说到这儿，你可能要问了，这么顺风顺水，他就没遇到过什么坎坷？那倒也不是，他火了之后，网上各种乱七八糟的谣言满天飞，什么难听说什么，换成别的小姑娘，估计早就扛不住了。可他不一样，打小见过世面，也有主意，根本不在乎那些风言风语。该拍戏拍戏，该接活接活，从来不慌。你现在再看他的脸，那种松弛感就更明显了，眼角的纹路也好，脸上的轮廓也好，都透着一股子岁月沉淀下来的从容。这种气质是从小没受过什么经济压力才能养出来的。说白了，就是不用为了生计发愁，做事情才能这么不紧不慢。咱们再掰扯赵丽颖这边，这姑娘的起点跟刘亦菲比起来，那真是天差的别。她家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，农村娃一个，小时候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你要问她为啥能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就2字：不服。她从小就有个演员梦，可家里哪有那个条件啊？爹妈也想支持她，可兜里没钱，手里也没门路，怎么办？只能靠她自己。19岁那年，
他跑去参加选秀比赛，拿了个冯小刚组的冠军，算是踏进圈里了。可接下来的路走得相当艰难，有导演直接跟他说：“你这张脸只能演丫鬟，当不了女主角。”啥意思？就是嫌她长得不够大气，配不上女1号的位置。这话搁谁身上都扎心，可他偏偏就是不信这个邪。你猜他怎么做的？一个剧组一个剧组的跑，一个角色一个角色的试，没资源就用最笨的法子，拿时间和精力去磨。那些年他接了多少小角色，跑了多少龙套，外人根本不知道。就这么一点一点的熬，一点一点的学，硬是把演技给练出来了。这个过程对他来说，不光是技术上的提升，更重要的是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。你看他早期的照片，那张脸紧绷着，眼神里有点局促，有点小家子气。再看看后来，眉眼间那股子劲儿就出来了，透着狠，也透着韧。这是被生活磨出来的棱角。等到他演陆贞的时候，那张脸和角色简直绝配。一个从底层爬上来的女香，需要的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气质。这部剧让他彻底翻身了。后来的《楚乔传之否》一部接一部都成了爆款，观众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霸屏女王，这可不是白叫的。中间他结婚生子，有段时间状态确实不太好，人也憔悴了不少。可离婚之后你再看看，他好像一下子就活过来了，那股子劲儿更足了，眼神里的坚定和底气，让人一看就知道这女人是真的成长了。风吹半夏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她把一个女企业家演得活灵活现，那种女强人的狠劲和柔软拿捏得死死的。这演技不是天生的，是她用10几年时间一步步磨出来的。你说她现在这张脸还有当年那种小家子气吗？早没了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女性独有的力量感，让人看着就踏实。说到底，这俩人的脸其实就是各自人生的缩影。刘亦菲从小不缺爱也不缺钱，所以那股子松弛感是骨子里带出来的。赵丽颖是一路拼杀过来的，脸上的坚韧也是一刀一刀刻出来的。两种人生，两种活法，没有谁对谁错，只是各有各的精彩。前些天神仙姐姐还在社交平台上发了组照片，10月2号那天，她带着自己的小狗出去玩，那狗打理得可干净了，跟个玩偶似的。她自己开着车，穿着运动装，看着就特别接地气。评论区一堆粉丝在那儿夸，说她越来越有生活气息了。你看，不结婚不生孩子又怎么样？人家活得挺滋润的，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，自由自在。赵丽颖这边呢，10月15号有消息说她要签新的经纪人了，网上都在转这个新经纪人手里商务资源特别硬，要是真签了，她的事业说不定还能再往上蹿一蹿。也有人说她压根不靠经纪人，人家就是凭作品说话的，有没有新经纪人都无所谓。这话倒也没错，毕竟她能走到今天，靠的就是自己一步一个脚印。你说这俩人，一个是从小含着金汤匙长大的，一个是从泥地里爬上来的，现在都站在了娱乐圈的最顶端。这种反差反倒让人觉得挺励志的。刘亦菲告诉我们，好的家庭条件能给人底气和从容。赵丽颖告诉我们，出身不好不要紧，只要不认命，照样能逆风翻盘。现在影视圈大环境不太好，他俩都好久没进组拍戏了，粉丝们天天盼着能看到他们的新作品，可也只能等着。娱乐圈就是这样，起起伏伏很正常，能扛住低谷期的才算真本事。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就一个意思，女人这张脸藏着她走过的路，吃过的苦，也藏着她的底气和韧性。刘亦菲和赵丽颖，一个松弛一个坚韧，都是各自人生最好的诠释。你觉得这俩人谁的人生更让你羡慕？
是从小顺风顺水的神仙姐姐，还是一路拼杀上来的拼命三娘？或者说，你更喜欢哪种活法？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，咱们唠唠。